来到 QCAT 播客，我们讨论技术和创新。阿兰·戈德弗鲁瓦，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研究超10年，拉研究所创始人。大家好，最近怎么样？那么我们今天讨论什么？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个我们觉得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看到你在一些视频中谈到过，这个话题是关于到2030年，我们认为工作将如何随着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演变。我认为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历史性的，我们正处于一个时间点。作为人类，我们无法跟上人工智能的步伐。当我们在这里交谈时，人工智能不断进化，已经达到了博士水平。需要适应这些进步和新技术的普及。如人工智能、区块链历史中领先与技术。偏见认为它会取代工作，但我不同意。会用 AI 的人有优势。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各种研究，目前有很多人处于一种否认状态。所有与数据流动相关的职位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我们熟悉 ChatGPT， 想象 ChatGPT 像副驾驶，你给它下达命令，它就会服从，不论好坏，为不断进步过程。我们正进入一个世界，当一些人刚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时，那些了解的人已经在寻求开发人工智能代理。什么是人工智能代理呢？它不仅是你的副驾驶，它将成为你的驾驶员，就像拥有一个全天候的助手，为你打电话，完成你需要的所有工作，如报告。想象一下，你需要旅行，需要为酒店、食物安排行程，无论是为了旅游还是工作或其他。想象一下，如果人工智能为你制定计划，还能进行比较并打电话给酒店和餐馆，哪个最适合你的需求？这已经在发生了。我认为收听这个播客的听众，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理解保持开放心态，因为技术在不断发展。我们习惯了使用座机，很多人对手机感到不适应。我们换成了带触摸屏的智能手机，这对我们来说也很困难。今天人们需要理解，使用人工智能不应被视为否定，也不应认为我们不动脑子。很多人说，但公司追求的是利润，所以公司会追求效率。若未准备好，你会被淘汰，不知去向。你们怎么看？我的问题是你不认为人工智能会真正取代任何特定的职业或专业吗？你认为它只是很好的助手，很好的领航员，而不是替代品，对吗？因为我确实觉得近年来出现的一般趋势是对人工智能能力的恐惧。它在许多职业中能做得比我们好得多。这些职业是以非常经典、非常信息化的方式教授的，而实际上人工智能可以做得更好。
我会用一个例子来回答几周前硅谷全球最大的孵化器 Y Combinator 举办了一场演示日。在参加演示日的96家公司中，有94家在使用人工智能。一家你见过未付款时，他们会打电话。这家公司正在将整个过程自动化。想象在呼叫中心工作的人有多少将失去工作？所以你会问我，他们怎么会打电话给我？他们怎么知道我是谁？我欠多少钱？这已经在发生。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们在与某个服务互动时，是一个机器人在回答。我们不喜欢机器人回答，因为我们需要真人。但如果我告诉你，问题不是机器人为你服务，你不喜欢，因为你知道是机器人。如果你不知道机器人呢？我们将达到人工智能的水平，那时它会很自然，我们已接近。因此，在工作变化方面，还有在某些行业会比其他行业受到更大影响。负责发放工资的人交叉核对信息。当你交叉核对信息、验证信息时，这类工作是最有风险的。ChatGPT 仍需接受指令，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仍属人类。研究表明，人类仍有 GPT 未实现的能力。不仅在人工智能方面，还有在区块链方面，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竞赛。新技术应该要求我们不断进化，并利用它们来实现盈利。我认为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个人，这个提醒是提醒你订阅点赞视频。一个人可以通过 AI 代理创建单元公司。AI 代理控制的公司并不奇怪。显然，他们必须是有能力的人，天才。未来会有小型创业公司，性能更高，向多人操作，实则是机器人。关于硅谷演示日，还有另一家公司由研究情报的人组成，他们在不同国家的情报领域工作多年，设立了帮助台。电脑崩溃时找 IT 部门，但漏洞、黑客攻击时问题更严重。这家公司仅凭借人工智能所做的就是实时监控你所有的系统并识别漏洞，这意味着 IT 部门可能会消失。所以，我不知道外包会否增长，但巨变将至。如果人们不改变思维方式，不理解这也可以是一个机会，很多人将会失去工作。最近，世界经济论坛召开了一次会议，发布了一份关于未来工作的报告，说技术进化将导致许多人失去工作，但也会创造新的工作。这是对新技术的适应，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适应性。事实上，我想象随着人工智能达到的复杂程度，以及正如你所说的，某些领域的外包，比如国土安全的援助等等，必须有技术基础设施，比如区块链，来显著支持这些公司或机构。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盘论卡和 QCAT 作为基础设施，它可以成为这些新工作模式的选项。在这些模式中，将有很少的人监控一切，他们将不得不依赖于能够支持他们的基础设施。那么，你能对正在观看我们的人说些什么呢？我认为你需要学习，保持学习。有一些社区可以免费教你，你可以听播客，无论是在地铁上、开车时、任何地方，或在洗碗时，你都可以听播客。每个人都应该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不要只专注于一个收入来源。有研究表明，到2030年，50%的人肯定会寻找其他收入来源，这已经在发生。新技术允许这一点，但局限会用的人，尽量减少时间。不要因为偏见而不想使用它们，其他人就会使用并取代你，资源不高效就会被淘汰。所以去学习谷歌、YouTube 播客你需要的，关注 QCAT 也关注我，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不同的技术。好的，非常感谢你啦！我们将在 QCAT 播客的下期节目中再见。你学习吧，再见，再见。